哈尔科夫守住了，乌方表示局势稳定，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乌克兰无人机大批袭击俄境内目标，美电子战战机出现击杀标记。英国开发对无人机 AOE 武器，鱼鹰直升机被拴上狗绳。在韩国坠毁的 F-16公布调查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部分稳定了与俄罗斯接壤的哈尔科夫州北部的局势。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洛申中校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在卢基扬奇和沃夫昌斯克附近取得战术进展，并在构筑攻击阵地，可能是为了下一步的继续推进。但是乌克兰已经展开了反击，通过大炮和无人机阻止俄军队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目前俄军的进攻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在沃夫昌斯克，俄军主动地炸断了城市中部的桥梁；在斯塔里察、利普奇、赫里伯克，俄军同样在减缓进攻速度，开始以极慢的速度在城市内推进。目前看来，哈尔科夫的局势已经相对稳定。在经过前2日的战斗后，俄军北方集团军的进攻潜力已经耗尽。正如大兵所推测的，俄军的目的不在于拿下哈尔科夫，而在于分散乌军的精力。不仅如此，俄罗斯还能通过远程火力继续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哈尔科夫州政府官员在5月15号表示，俄罗斯的持续炮击使乌克兰军队无法在哈尔科夫州边界3到5公里范围内建立防御工事。目前，乌军在距离边界约12到13公里和20公里处建造了第1道和第2道防线。目前，俄罗斯军队在距离哈尔科夫州北部不超过8公里的地方前进。泽连斯基5月16号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哈尔科夫方向的局势非常严峻，乌克兰军队不能失去哈尔科夫市。泽连斯基认为，如果乌军能够获得2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并且部署到该地区，俄罗斯就无法占领哈尔科夫市。最近几周，俄罗斯越来越多地用滑翔炸弹和各种导弹袭击哈尔科夫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削弱乌克兰的防御，并促使居民逃离该市。哈尔科夫市地区足够的防空覆盖将使乌克兰军队能够限制俄军的航空行动，但是前提是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这些系统。在俄罗斯领空拦截俄罗斯飞机，因为俄飞机可以不在离开俄罗斯领空的情况下袭击哈尔科夫市。由于西方禁止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系统打击俄境内的目标，俄罗斯正在利用俄罗斯领空作为打击哈尔科夫州的避难所。同时，俄军可以很容易地对靠近俄乌边界的乌克兰防御阵地进行炮击，但西方也禁止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系统对边境对面的俄罗斯后方地区进行打击，这使得靠近国际边界的乌克兰防御阵地变得脆弱，甚至可能无法防御。不过，这种情况正在迎来好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在访问基辅期间表示，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美国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但华盛顿并不鼓励此类袭击。同时，政治新闻网披露，乌克兰官员正在积极争取拜登政府解除禁止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对俄境内实施打击的禁令。乌方称，这项政策阻碍了他们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打击，尤其是在准备向哈尔科夫进军之际。但是2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并且表示援助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对俄罗斯领土发起进攻。大兵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应该尽快解除对武器攻击禁令的范围。虽然他们不想加重和俄罗斯的冲突，但每拖1天，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武器都能够带走乌克兰士兵的生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乌克兰在哈尔科夫方向将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没有必要的伤亡。所以看起来哈尔科夫的局势已经稳定，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情况依旧很不明朗。5月17号，俄罗斯当地凌晨，来自乌克兰境内的数十架自杀式无人机开始对俄境内目标展开打击。目前确认的有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图阿普谢炼油厂、
该炼油厂每天可以精炼24万桶石油。同时，俄罗斯黑海舰队新的集结地新罗西斯克港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试图使用防空火力进行拦截，但是由于夜间视野不好，收效甚微。通过现场视频显示，港口方向升起了浓烟，并伴随着多次爆炸。俄黑海舰队伤亡并不明确。乌克兰这次袭击持续了近2小时，截止大兵写稿时仍未停止。有当地人称，新罗西斯克港已经发生了26次爆炸，后续数量可能还有增加。虽然俄军已经将大批防空设备调往前线，但这次袭击说明，在无人机蜂群战术面前，传统的防空武器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大兵认为，这次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目前，无论是产能或者是进口数量上来看，俄军持有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要远高于乌军。如果接下来双方再次陷入类似去年12月的对轰模式，那最终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长期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打击，16号晚上，乌克兰已经出现过一次未经预告的大规模停电了。如果双方都展开大规模空袭，那么乌克兰可能会处于弱势。近期，美国空军在国防视频资讯分发服务上发布了一张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机组人员准备与 F-15E 攻击鹰联合执行任务的照片。如果不是飞机上的一个细节，这张照片可能会被忽视。我们可以看到机身上一架米24 HIND 攻击直升机的击杀标记。美国军方没有对这张照片有过多的说明，我们对这张照片呢也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2024年5月2号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拍摄的。从机身上可以看出，这架飞机被分配给电子攻击中队130 Zaporozhye。该中队部署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上，尽管这张照片是在陆地基地拍摄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呢，最近通过苏伊士运河，并且返回了红海。上月底呢，在地中海停留了一段时间，现在停靠在希腊苏达湾。结合航空母舰的位置和第15战斗机中队的 F-494E 的位置，基本可以猜测这张照片呢是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拍摄的。而之前呢 F-15E 攻击鹰在部署期间呢就驻扎在那里。至于击杀标记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尽管咆哮者在袭击胡塞目标期间参与了打击计划，但海军从未提及被击中的目标中存在着雌鹿。所以以下大兵的说法仅为猜测。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架 EA-18G 直接把一架米24雌鹿直升机打下来了。胡塞武装过去至少可以使用一架雌鹿，但后来呢，在几年前被沙特皇家空军摧毁了。目前尚不清楚胡塞武装是否还有其他直升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胡塞武装手中至少还有一架米29、一架 F5和多架米17直升机。如果得到证实，这将是 EA-18G 实现的第一次空中击杀。但像这样的大事呢，美国肯定不会藏着掖着，不说大肆宣扬，起码也要透露点风声出来。此外，美军近期似乎没有动用 EA-18G 咆哮者，在红海地区行动，公开资料直说动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而第二种情况呢，则是这架飞机对米24进行了电子攻击。2015年，一架咆哮者被使用了一个特殊的击杀标记，显示一个人被闪电击中，这表明飞机瞄准了一个人，并且干扰或截取了他的手机通信。同样，这架咆哮者上的标记呢，可能意味着他瞄准了米24，并且进行了干扰，而不是实现硬杀伤。然而，对于标记中没有闪电以及上述关于胡塞的雌鹿的不确定性，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也存疑。最后一种可能性则是在演习或者训练期间产生的击杀记录。俄罗斯直升机常常被作为假想敌参加美军的演习，但这种标记呢，一般会在进入战区前被移除。因此，大兵也搞不清楚究竟这个击杀标记到底是哪种情况。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有别的猜测，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英国武装部队正在开发一种新武器，作为无线电定向能武器。这种多功能系统可以探测、跟踪、应对陆地、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威胁。
该系统最远能够影响1公里外的目标，通过发射无线电波来破坏或者损坏敌方装备中的关键电子元件，导致它们停止运行或者从天空中掉下来。RFDEW 光束每次发射仅10便士，约合0.13美元。相比于传统的防空系统，这种新无线电系统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效益、高度的自动化，也意味着系统本身可以由1个人操作。该技术可以为关键资产和基地保护提供解决方案。英国国防采购部部长詹姆斯·卡特利奇表示，我们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力量。像 RFDEW 这样的发展，不仅使我们的人员在战场上更具杀伤力和更好的保护，而且使英国在创新军事装备方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乌克兰战争向我们展示了部署无人机系统的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能够防御它们。随着未来我们在几年增加国防开支，我们的国防无人机战略将确保我们处于这一战术演变的最前沿。RFDEW 的开发公司的 DSTL 首席执行官保罗表示，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系统将为英国武装部队提供决定性的作战优势，挽救生命并且击败致命威胁。RFDEW 技术可以安装在各种军用车辆上，并且使用移动电源在电磁波中产生射频能量脉冲。该光束可以快速向单个目标发射序列射击，也可以扩大范围，以同时应对射程内的所有威胁。鱼鹰直升机被拴上狗绳。在去年年底，在日本发生了8名飞行员死亡的坠机事故后，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 V-22 鱼鹰战斗机在3月初都获得了再次飞行的许可。但是，目前对于这些鱼鹰直升机依旧存在许多限制，包括禁止鱼鹰在超过适合机场路程超过30分钟的地方飞行，就像是给鱼鹰拴了一条链子，另一边连着机场。这项禁令呢，导致海军需要继续依赖其他飞机来完成鱼鹰本应该承担的任务。海军航空兵发言人贝斯蒂奇中校证实，该限制是由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下属的 V-22 联合专案办公室下达的，并且是所有军种都需要遵循的要求。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佩德罗·卡瓦列罗上尉表示，这项禁令也影响了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现在正在制定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争取早日使所有的17个鱼鹰中队恢复全部能力。海军陆战队计划分为3个阶段，首先，重点侧重于恢复飞机的基础能力，重新培育部队的教官干部，并且让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数量掌握技能。这一限制呢，在本周公布的众议院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中公开确定了。立法者写道，该法案详细说明了海军鱼鹰的局限性和困境，以及它如何迫使海军继续依赖其老化的 CRA 灰狗机队。23年11月29号，美空军特种作战鱼鹰在日本海岸附近坠毁，机上8名军人全部遇难。这是美国空军历史上最严重的 CV-22坠毁事件，并且导致该型号飞机全军停飞长达数月。事故原因呢，可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离合器问题，称为硬离合器结合。这导致了2022年的另一起事故，造成5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自2010年以来，该问题至少造成了15起 V-22 的事故。F-16 坠毁调查报告发布。去年，一架美空军的 F-16C 战斗机在韩国西北部的一个田野坠毁，当时喷气式飞机部分失去了动力，并且飞行数据也出现了失灵，导致飞行员在厚厚的云层中航行时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飞行员是韩国昆山空军基地第80战斗机中队的成员，他在坠毁之前安全弹射，这架喷气式飞机被摧毁，损失近3000万美元。当时这名飞行员从乌山空军基地起飞，作为第8战斗机联队当地战备演习贝弗利赫德的一部分进行了例行训练。根据调查报告，在这架 F-16飞行时出现了一次暂时性断电，断电导致飞行员的主要飞行导航仪器出现了故障或者重新启动，但是这架喷气式飞机并没有提醒飞行员使用应有的待机显示器，而是向他展示了2个系统中不匹配的飞行数据。云层阻止了飞行员通过视觉判断飞机所处的位置。不同的信息导致飞行员在空中迷失了方向，无法在低空保持飞机控制。
但是由于 F-16被摧毁，调查人员无法确定最终导致它断电的原因。调查组认为可能和当天的大雾有关。根据美国空军安全中心的数据，平均每年约有3架 F-16战机因事故而坠毁。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